大家好，我是肯。最近收到了非常多非常精彩的观众的留言，也非常感谢你们。我们有着外星人大脑的 Kevin 来做精彩的解读。也是同一期视频嘛，有一位也是来自黑龙江的一位大姐，或者小姐姐吧，我不知道她年龄啊。她叫做 Nini Bells。她说，是的，我们身处这个娑婆世界，周遭都是各种污浊，只有灵性提升了，才有可能见莲花啊。他是基督徒啊，但是他也说莲花嘛。对，很喜欢 Leo 和 Kevin 这样的年轻人，早早就意识到并身体力行活出清醒。这条路很难很难，因为寻求自由的灵被包裹在这身皮囊里。然后共勉给了一个爱心。对，他说的就是特别好，然后也说出了我的心声嘛。然后确实这个很难，确实是事实，所以我们就是需要抱团取暖嘛，对吧？我们一起去做节目啊，一起去畅聊啊，大家在一起互相加油打气，包括也是给我们的每一个，对吧，订阅者去打气，去给他们鼓励，让他们就是说在这条灵性觉醒的路上觉得是不孤单的，是有大家这么多全球的同修，对吧？中国的这种国外的，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挺有爱的，因为大家互相之间就是在寻找一种共鸣，或者说一种共识，然后这种共识其实还不被主流社会说那么的推崇或者说接受，所以说有这样一个空间，我们彼此去畅谈，然后一起去共修，互相的去勉励，或者说互相去给大家推荐一些东西，我觉得就本身就是一个很团结很有爱的一个氛围。对，我们很久以前有一期叫做就是揭露吸引力法则显化法则的深度助眠播客的这一期里面，然后就是有一位观众叫做天菜小姐，她说我真的很钦佩你，我真的钦佩你凯文。对，然后天，确实我们要读一些这些跟自己就鼓励的。我之前还有偶像包袱，就都忽略不读了。好，后面还有这个有一位台湾的一位钢琴老师嘛，叫做听音乐不打烊，哇，给了3个爱心，说好有深度哦。对，然后还有一位叫做Edison 刘啊，然后他说感谢您的分享，感谢你们无私的奉献。对，然后有位在纽约的一位一位华人，一位80后的一位姐姐吧，叫双旗。对，他说哎，正好我一吃饭就推到你们这个频道，然后他说有时候我觉得不需要设想那么多了，如果某些决定的是前行，想太多了大脑反而累，对事情又没有帮助。对，不要想太多是对的。对，然后还有一位观众叫做Wonderful Sweet，他说我只听了您前面一小段，你没有讲到大我，吸引力法则没有错，但生活实相主要是大我在主导，要聆听大我的指引，生命蓝图是他在设计的，然后他这个他用的是那个神字旁的他，对，就繁体字里面的那个神，对，大我就是太傻。太傻就是圣灵。哇，对啊，所以另外还有一位观众叫做磊磊 Natural 磊磊，他说这个基督教也是这么说的嘛，上帝已经为你预备好了一切。对，然后当然这是还有一位观众叫做 Daisy 5，他以前好像也留言过，就是这位观众，对，然后他说吸引力法则一般人都用来吸引金钱、关系或权力等等，应该没有人想要吸引坏的东西吧。然而现实中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它或许也会吸引你担心的事情变成现实，因为你发出的意念就是恐惧和担忧，然后有一个感叹号的笑脸，就是有一滴汗的一个笑脸。对，然后举个例子，比如说买保险，他说而且看穿了买保险嘛，
保险业就是一个合法的集资和利用资本运转的方式，让大多数人帮少数发生意外或不幸的人买单，而保险公司的大老板1分钱不用付出就赚得盆满钵满，然后又有一个笑脸哭的表情。对，那也不是1分钱不用付出嘛，那他创立这个公司，经营这个公司本身就需要很多资金去运作的。那如果说真的不需要1分钱就能做保险公司的话，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开保险公司了，对吧？那没有那么简单的。哇，只是那些背后的东西我们是看不到而已。当然这个太入世了，这个话题这不符合我们节目的深度。我们的深度就是聊那种，比如他说上帝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这个深度剖析一下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的本质是灵性灵魂嘛，所以我们如果说没有肉体之后，我们是一无所需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上帝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我们所需的一切，因为我们的本质就是一无所需的，所以上帝其实什么也不需要准备，我们本身就是已经很完美的一种自由的存在了，只不过是肉体的这个障碍让我们觉得我们是有需求的，我们是有东西的，相当于你在网络游戏里开了一个新的角色，这个游戏角色需要各种装备、道具啊、等级啊、技能、天赋，一系列那些能命名的东西，还有成就，对吧？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角色的话，你不玩它的话，你就一无所需嘛，对吧？这个人身本身也是一个角色的东西，所以说从生下来它就有需求，我们就要不停的去满足它啊，做它需求的奴隶，这个会让人很累、很疲劳的。所以其实本质上可能最终每个人都会成佛，因为我们的灵魂最终会受不了这种身体的束缚而走向觉醒啊，或者说合一啊，走向圆满。这个其实也是灵魂觉醒的一个必经之路吧。就是灵魂因为我之前看上师他讲，我们灵魂最终会有忍受不了那一天的，就是每个人的契机不一样，可能他是在高中受不了了，他是在大学受不了，他可能是考研的时候受不了了，他可能是婚姻失败的时候受不了，就是人总有一个自己的受不了的那个阀值，突破之后呢，灵魂就会寻求解脱和离开。对，我觉得说的非常好。这个前面不是就是我们聊太傻天书的时候嘛，然后就是也是同一位 Daisy 吴，他说他就讲到像那个太傻天书嘛，就是他跟他的一些入世的一些经历嘛。对，他说我在帮内地学生来香港留学，看到很多父母以自己井底之蛙的见识和角度决定孩子读哪个大学、选什么专业，而孩子们大都只是被教育系统训练成只会应试的机器，根本没啥想法。因此我们这些留学咨询机构的服务都只是做一些提交申请的事情，然后到孩子来香港读书就充当保姆和父母的传声筒，很没成就感，然后又有一个一滴汗的一个笑脸。对，好，然后同时也看到我以前的老板和同行们为了赚钱和抢生意，无底线的夸大了不实和互相抹黑。对，因为太傻天书的作者不是也是经营留学机构嘛，所以他们是同行，就是有一些共鸣嘛，所以真的是乱象丛生所以我退出了这个行业，现在只是帮一下朋友和朋友的朋友的孩子们做一下申请，然后又有一个笑脸哭的表情。对，我觉得很好奇的是，太傻留学为啥没有了？如果那位创始人一直按照太傻天书中所说的来运营这个企业，不至于会到拖欠员工工资吧，可能他要隐退修炼去了吧。对，然后又有一个笑脸哭的表情。是他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然后我只能说赚钱这件事情很多时候就是在演戏，然后这个也是正常的，因为很多行业它就是这样的它是有一定的欺瞒性的和这种行业的壁垒的，所以因为大家都不懂嘛，所以就这里面会存在很多的盲区。所以说我觉得很多行业都会有一种就是我在演的感觉，因为你如果把事实真相全说出来的话，那大家都没有饭碗了，对吧？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也是很有共识的一点吧，就是这个也是无法避免的啊。如果我们就是做到100%的真诚的话，那可能很多行业的这个，对吧？它的这个，狐狸的尾巴就露出来，那我们这个行业本身就是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啊。对。然后他说的这个留学的这个失败啊，包括这公司的这些问题，其实我觉得这没有办法去解释，因为他有很多的解释。有的人说是他在就是公司倒闭之前已经都离开这个公司了，股权啊各方面都已经卖给别人了，就是他已经退出这个公司了，然后公司才倒闭的之后的事情。然后也有的人说他经营不善啊，然后拖欠员工工资啊或怎么样，但我觉得这些都无所谓了，就是你不要因为一个人他就假设吧，说一个人他杀了人，他犯了罪，那他就不可以讲出这个影响世界的言论或者说道理，人生哲思嘛？我觉得未必吧，对吧？就是一个数学天才，他未必做饭一定很好吃吧？所以说大家不要去觉得说啊，一个灵性的导师，一个哲学家，他就一定得是他的爱情是圆满的，孩子的教育是成功的，他的人生是没有道德瑕疵、没有污点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大家自己想多了吧？这个联想的有点太复杂了。这个事情关注他本身讲的内容就可以了，不要去关注他的私生活，他健不健康，他的什么，对吧？面相和不和善，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没有太多关联的。当然如果大家觉得有关联的话，那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对，所以有一位观众嘛，叫做灵性证实主义他也在同一期视频里面留言，他说其实就算他指的是太傻天书的作者嘛，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儿，也完全不损资料的重要性这种逻辑其实很简单，以其他方面的问题来证明整个人都是有问题的，这种逻辑完全是小我的。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大众对所谓修行的人、开悟之人有很多期待和想象，但这种形象和事实相去甚远。比如对的比如《薄伽梵歌》里面提到的神，同时兼具人性的所有特质，不管是所谓好的还是不好的。再比如灵性开悟不是你想要的，灵性开悟不是你想要的那样的那本书的作者，他提到人格只是像衣服一样的东西，开悟后不管做什么都无损于他的状态了。对，就是我们圆满的是灵性，而不是身体。对啊，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观众都是灵性很高的人，很多宝藏留言，这个我之前都没啥机会去读，然后反正也就想这样子一来一回的听你这个讨论嘛，就相当于观众借我的口。因为每个人都是老师，对，所以我觉得你多读一些有价值的留言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对，所以就是在我们最新的一期嘛，就是出体后我看清了世界真相，就是上一次你和 Neo 来聊的时候，巨量的信息其实在悄悄的给我们意识植入嘛。对，这一期就是目前就是有一位观众叫做还是上次的叫天菜小姐，她说我听到透彻的，也有听到傲慢的，当然这个它是比较中性的一个留言，我们可以跳过。对，没事，说的挺好的嘛，就是确实我觉得我是傲慢的反正至少我感觉我是傲慢的。我觉得是这样的。没有，就是我觉得我是非常强势和傲慢的但是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是我就是这样我也接受而且我很喜欢自己这一点，我觉得没有问题如果你有听的话，你有可能说他是傲慢的。那倒不一定，他倒不是他是很谦逊的。对，你看我就经常打断别人嘉宾说话呀，或者有时候你讲话我也打断了，然后我还批评你们之类的，我就是非常傲慢。不是是这样子，因为我想讲什么我已经知道嘛，就算我再过1个月再听，我都知道我在被打断之前我想讲什么。但是万一要是我打断你的话，那我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你后面想说啥。所以就是今天不是聊告别娑婆那几期的时候，我就对，先是我一开始我是不忍心打断你，结果后来因为我昨天晚上是凌晨5点钟睡觉的嘛，
然后再让前面就是聊了那么多费能量的话题之后，我整个再就是很多嘉宾观众都说你一聊的那个状态嘛，就是他真的是会把人的这个脑电波调频到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我就感觉你明明只是聊了10分钟左右，我感觉我已经是整个穿越了有大概经历了有10几个小时了。就是我大脑开始就是打坐神游。行，我这还有特异功能了，就是我觉得我输出的内容一直都是比较就是傲慢的，或者说是这种比较高的姿态的，就是很自我的一种表达。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个性啊，然后对吧？这个也没有办法，我也没有办法说伪装成另外一种性格的人。对，这就是真实的我的一个特色吧，特点。所以大家去批评也好或怎么样，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啊。因为你有被讨厌的勇气。对，就是因为我们要接受嘛，就然有人喜欢我们，然后也有人就对我们中立啊，或者是说那个讨厌，他也不代表是说，对，就是我很喜欢强势的我不喜欢我自己是弱势的表达，所以我觉得别人说我傲慢的话，我觉得是夸我，就是我会有这样的一种价值的取向啊。我觉得你说我傲慢，我还挺高兴的。对，所以就是在我们上一期嘛，叫出体后，我看到的3.5维世界，就是我们采访吹吹姐那一期，再谈灵魂通灵、大圣灵、预知梦、梦中的恐惧那一期，就是也是同一位Lily Bells，这位姐姐，她说非常阿门你们的分享，阿门，确实是因着神对美好的理解，有了更深层次意义的体会。所以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只是听说他人说教，讲道，寻求慰藉，或者专注自己今生一切圆满的时候，大脑意识和固有的认知多少会框住我们的灵性，不一定有真正的智慧在里面。愿神常住在我们的灵里面，让美好自发起来。不是出于我的意愿，因为若是我为着自己的益处去求，那便不再单纯出于主的旨意，只求主怜悯世人，赦免从始祖开始的悖逆的罪。这个就是很宗教的一些说法，但是我觉得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嘛，然后都是讲的这种，比如说神之爱呀，然后我们要有敬畏心呐，然后要就是一定程度上的放下自我的一些头脑的执念，然后把自己融入到一种更高的、更大的、更有爱的一种能量当中，或者说神当中。所以说上师其实有一句话他说的特别对，就是不管你是寻求这种主耶稣的主导，还是观音菩萨的主导，还是对吧阿弥陀佛，还是任何一个圣灵，只要不是你自己主导你自己就可以。就是我们只要是你是向上去寻求一种指引指导，向一种很光明的力量去寻求的话，向一种合一的力量去寻求指引的话，那其实就是一个正确的方向。那他说我们就是人都有原罪嘛，从人的始祖开始就有原罪。这个你是怎么看待的？我觉得原罪这个东西它是一种解释的角度，就是奇迹课程它的体系讲的是人因为心灵的恐惧吧，或者说一种错乱，然后从天堂当中这样状似分离出来，状似进入了一种梦境当中，然后我们这个原始的罪疚其实可以理解成就是一种原始的罪疚感当然括号这个并不是真实的它不是真实的罪疚感，它是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犯了弥天大错，离开了上帝的天国天乡，然后我们陷入了这个梦境物质梦境当中，然后所以说每一个心灵出生都是带着这个原罪，也就是潜意识里面的这个罪疚感的
另外一种表述啊。原罪可以理解成我们潜意识里面深藏的一种罪疚感，这个其实是真的存在的，就是所以可能说原罪大家会觉得啊，我生下来就被定有罪了，有点很难接受。但是我们可以自问自己的内心，我们的内心深处有没有那种恐惧罪疚的感觉啊？如果说真的是有的话，我觉得那他可能说的就是一个事实，只不过是不同的理解角度而已。极其课程说的是内心里的罪疚感，潜意识里的罪疚感，然后基督教用的是生而有罪嘛，就是原罪啊，我们的这个耶稣啊替我们去承担这个部分了。我觉得就是一句话而已，其实它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我觉得不需要去过度解读这些东西的区别性哦。那你说每个人，我感觉是大同小异的啊，我觉得是一回事儿。那你前面说到说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他都有小我，这个指的其实就是原罪嘛？是啊，这个小我就是罪疚的一个代表嘛，因为小我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有身体的个体，所以我们为了维持或者说防御自己的话，我们就有那套防御的机制和思维。所以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因为自私这个肯定是出自于小我的一个思维体系的哦。小我的思维和圣灵或者说我们本质这个爱的思维体制，它是完全水火不相容的两个东西啊。爱的话，它讲的是一个分享，一个合一，也就是说泰雅天书讲的这种服务他人的这种意愿啊，这种大悲心，就是同体大悲嘛，就是你是别人跟自己是一样的存在，别人伤心快乐都会影响到你，那么你们两个的连接会非常强烈，也就是合一性会非常强。那么小我就是非常这种仇视、对立、分裂的一种表现。其实奇迹课程也讲到了，就是整个的宇宙史就是一场分裂史，它一切都是跟分裂的这个概念息息相关的包括我们从母体诞生的那一刻，我们是和母亲分裂开了，对吧？分离开了，然后就是一系列吧，就是跟分裂有关系的东西，包括细胞也是从最开始的一个分裂成2个到无数个，对吧？就是整个宇宙是一场分裂史，而分裂就是小我的一种思维特性，所以说整个宇宙都在表达它这种小我的思维特点。而分离呢，又是我们人际关系当中一个最常见的一个东西，对吧？就是你的兴衰荣辱跟我没有关系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都属于分裂的概念。但是我们的内心深处呢是合一的，是有爱的能量的，是神的力量在主导我们的，或者说我们的本质就是神的力量，这个爱的能量，而爱它是属于合一的，所以我们又会去同情有同理心，又会有慈悲心，对吧？我们对别人的遭遇就仿佛是自己感受到了一样，这是我们内在的一个连接。所以你究竟是去活外在的这种分裂的假象，个体的假象，还是活内在的这种爱的力量的连接？这个是我们心灵的一个选择。这里面提到了其实有一个第三者，就是心灵。刚才我们说到的爱就是神的一个显化，然后小我呢是心灵创造出来的一个幻想的一个恐惧的化身它是心灵创造出来的。然后我们的心灵呢，实际上是我们灵性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真实本质的这个爱的一个能力的一个显现。这个心灵它是一个是有创造力，第二点它是可以有选择的能力，它可以做选择，它可以选择 A 或者是 B。所以我们现在的阶段就是在选择阶段，我们是要选择 A 我们的神圣本质，上帝的本质，还是选择 B 就是小我的这个分离的世界所代表的一切的那些跟分裂分离相关的力量这是我们心灵的叫做真实的力量。所以说选择在于每个人自己，你选择合一还是选择分裂分离，这是大家自己的权利和自由。非常有智慧，有哲学深度的这个东西，我回去把录音好好再多听几遍，多感悟一下这种。然后后面还有一位
就是还有一位韩国观众嘛，他用的是韩文，但是我可以通过翻译看到，反正他说他也很喜欢杨定一博士嘛，然后也特别喜欢我们的频道。后面还有一位观众叫做冰岛古树嘛，这也是我们的老观众了，对，然后他说就是他想问一下你嘛，就是一个终极的宇宙问题，就到底灵魂离开身体前所做的事情，存在评价吗？也就是说，行为是否有罪与无罪的分别？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就是是否有地狱和惩罚的机制？如果没有，是因为地狱和惩罚机制本质也是虚幻。如果有惩罚机制，那和这个地狱那么这个惩罚机制和地狱存在的目的又是什么？它这个问题就是两个层次，因为你要是说因果的话，善恶的评判的话，这个其实是在我们这个整个轮回系统当中它是生效的，就是所谓的六道轮回当中是有这样一个评判的机制，所以才能评判出我们到底是符合哪一个福报的这样的一个投胎的这种道。比如说你要是做了很多的善事，积累了很多的这种福报，你就可以到这种天人道啊之类的更高级的这种福报的去生活。然后如果说作恶太多的话，就是德行不好的话，可能就给你投到这种畜生道啊之类的，然后甚至是地狱道。我觉得就是说，那既然佛说了这个六道是存在的，它就是从某一个角度它肯定是存在的，只不过说它是不是真实的存在，它其实就是一个事实和真相的区别。就是观音菩萨那个传讯讲的，就是它这个是符合事实的，但是它不是终极的真相，因为它这个六道当中，也就是说六道整个都是一个梦境的显现，就整个六道还是在梦的层次当中的。你要是如果说站在梦里看的话，这是事实。但是从奇迹课程它是讲出离，包括成佛之后它是讲出离六道的，就是你整个这个梦已经全都破掉了，全都化解掉了，梦醒过来了，那么你成为觉者了之后，这六道是不存在的，地狱这些东西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个修行的修分的这个东西，就是分数是在六道中是真实存在的，要不然没有评判标准了，对吧？那为什么那个人这一生拥有所有一切美好的东西啊，那个人就是对吧？各方面都很差。这个因果的报应，它其实还是有这样一个系统的。但是，一旦处理了这个宇宙之后，六道轮回之后，成为觉者了，那么这一切，因为你就回到了真相的世界了嘛，那这一切只是一个梦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东西就都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奇迹课程它是让我们出离梦境的，它就是一个终极的一个真相的一个表述，或者说一个修行方法。所以说，那个江湖姐频道里面那个熊胖老师他就说嘛，这奇迹课程是属于很多那一类的灵性书籍当中真实无误的表达真理的其中一个。他讲的就是完全的真理就是成佛之道。所以其实我多讲一句，就是对于我们现在这个层次来讲，六道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大家还是得去修自己的德行。除了说修佛心之外，很重要的就是还是要多做好的事情，多做善事，善言善语多发善心，还是不要有那种太多自私自利的那种东西。那个对我们无论是成佛也好，还是说未来转世拥有更好的生存境遇也好，都是没有好处。所以说大家还是日行一善吧，然后善言善行善心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东西。对，所以其实你那个基督教 Christian 它本质就是善良的人的意思嘛。然后那个特别好，我很喜欢基督教，其实都是通的。对，然后后面还有一位观众，就是你刚刚说的我们这里是六道轮回吗？这个观众他对于阿修罗道他有不同的一个分享嘛。他说真正的阿修罗道
是因为能力及福报甚至比肩天人道，只是没有因果和仙酒喝，就是神仙的那个酒，蟠桃园仙酒喝，所以非常嗔恨天人和神佛。我灵魂，他括号天魂嘛，他说他的那个天魂去过阿修罗道，第一次是金翅大鹏王，他说是我高维的师傅之一带我去的，第一次只是在外围遇到2个阿修罗战士在 PK， 他们发现我们后就直接杀了过来，毫不讲道理的。我的师傅金翅大鹏王，直接一戟，把其中一个穿透了。我对上另一个就陷入了苦战，然后，毕竟没有对战经验嘛，好在险之又险，打死他了。第2次就好玩极了，毕竟适应了。他这评论我之前看到过，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网友特别可爱，然后他的这个故事啊，他这些经历啊，我觉得特别的，就是刺激吧，有意思。然后我觉得就是还挺羡慕他这种能力的啊。但是这个具体的东西，我觉得没有办法谈论吧，就是肯定他懂得更多嘛，所以大家就仅供参考吧。对，然后就说完了，就是出体的那一期嘛，我们又聊到了脉轮嘛，总共上次12脉轮、7脉轮，就是这一期也是我花了大概有16个小时剪辑，然后精心纪录片辑制作的这一期嘛，就是有观众就说嘛，他说我看不到脉轮，然后这位观众叫做Mandy 陈，对 Mandy 陈，他说我看不到脉轮，但可以感应到脉轮，7个大脉轮后面也有对应的一对，除了头顶海底轮没有外，7个大脉轮后面也有一对的。他们有一些特殊能力，这个确实是可遇不可求吧，羡慕不来啊，这个。对，然后，对这个，然后还有一位观众嘛，就是最近留言挺多的，叫做，因为我为了礼貌，我会把每一位观众的名字我都读出来嘛，他的网名就是0337，对，他说，阴阳极正负避雷针嘛，它就是等于磁场能量强，等于灵魂有防护罩，可弹开不明幽灵能量体。对，这个是在我们很早半年前的一期就是处理后，他看到的星际灵体处理体验会害了你嘛？这一期他留言的。他就是向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身体是有一个保护机制的呗，那这是好事啊。对，然后他也说，灵体瞬间跳离嘛，这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小短杠，我不知道是减号还是什么意思，就是未带入三魂，等于灵体回到肉身，减去人肉脑中空白无离肉记忆。太专业了，这个听不懂。对，确实这个就是灵加上魂暂时离开肉体，是物理磁铁相吸力的逻辑，然后它等于回肉身，魂肉会有记忆。很好的一个解释体系。然后他又评论到嘛，因为他都是在大概10几个小时之前评论的，他好几条评论，他讲到这个战神9成的昆武剑等于避雷针宝剑，也可以跟随主人或寻找到主人。你看他们了解的比我们都多。对，确实我发现就是像马来西亚华人啊、台湾人，他们对就是有一些道家的一些体系嘛。特别有研究，对，就大家对玄学还是非常感兴趣的，我觉得这都特别好，就是对人类的一些生命的本质，就是会学习啊、探究啊，我觉得这种都会逐渐的开启更多的智慧更多的高维的智慧。
对，就还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嘛，只不过就是说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兴趣爱好而已嘛。我觉得都是好的，都是正向。对，本身我们喜欢一些神秘学，其实就是一种对生命的一种不满足啊，或者说追求一种更圆满的一种渴望，对吧？所以我们才要去学习和探究那些很神秘的、很玄的东西就是我们对物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一种不满足在里面的，对吧？所以最终会使得自己一步一步的推向一个更圆满的一个境界。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灵魂回归回家的一个原始动力。我觉得你说的很好，所以说嘛，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处理后，你还会怕鬼吗？在这一期，有个网友叫做 Jessica 郭，他是那个台湾的那个郭 KUO 对吧？他是他说到的说唱功说，在家人要多念观世音菩萨，菩萨为困，众生为果。对，然后唱功的话是出生于东北的，大概30年代还是40年代出生在东北，然后在台湾弘扬佛法嘛，然后最后在台湾圆寂的有一位法师。对，观世音菩萨我觉得真的是就是特别棒，然后我也经常重复去听他的一本传讯，就是叫《观世音之爱》，也是台湾的一个作者。然后本身我们就是中国人对他就是对吧有特殊的这种喜欢然后缘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也会念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然后觉得就是他真的是跟我们人类非常的亲近，然后慈爱的这样一位高灵吧，是一位上师一位圣灵可以这么说。所以我觉得就是他的信息是真是假，其实我们一听就能听得出来，能够分辨得出来所以特别有慈悲特别有爱的这样一位大菩萨，其实他也已经成佛了嘛，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去跟他去结缘，肯定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我本身也就是特别喜欢这位菩萨吧，就一听到他的名号就会觉得内心充满了那种平安和喜乐，这是我的真实感受。对，然后所以就是你说到观世音菩萨挚爱嘛，那本书我希望以后我们能够做一个专题嘛，好好聊聊，然后也希望我们的观众能够订阅一下，不要错过我们将来精彩的精彩的分享。对，然后你说到观世音菩萨，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它其实它起源嘛，好像英文是叫Avashoka Bodhisattva。对，菩萨就是菩提萨埵嘛，对，然后他就是所有的菩萨，他起源于印度的时候，在印度通通都是男性，然后但是到了中国的时候，就传到了中国嘛，慢慢就变成了一个，就是面孔也变得像中国人，然后中年的非常慈祥慈爱的一位女性的形象，对，然后他是。就是凯文，你对这个有研究吗？你知道他为什么会就是转化成这种形象的吗？不知道啊，但是我觉得没有区别吧，就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年轻也好，老年也好，我觉得菩萨本身就是非常怎么说，他也不是说固定一个形象了，他是一个非常对吧自由的存在，所以说他以对他想以哪种形式现身，或者说哪种形式去教化众生的话，我觉得那都是他的自由那是他的想法吧，或者说大家怎么样去解读它，未必是他就是说能构成真实的他嘛，对吧？所以形象对于菩萨来讲，那都就像是咱们用手捏的一个玩具形象一样，或者说画的一幅画一样，他们本身是非常自由的，然后千变万化的。那所以说他们想有肉身就有肉身，想变成一团光就变成一团光，对吧？就他们是非常自由神通的所以我觉得形象是限制不了菩萨这种这么自由的存在的。
对，因为你刚刚说到了菩萨的形象是千变万化嘛，然后他是怎么样有了这个能力，他在哪里变化呢？我可以就是来分享一下，就是因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它最早是东汉嘛，然后兴盛的时候，正好就是中国五浊乱世的那个，就是五胡入华的时候，那个魏晋南北朝那个时候正好是相当于就是人吃人的时代嘛，各种各样的兵荒马乱啊，然后五丁抽一，十丁抽一，就是有一些暴君，有一些魔王，他们要打仗之后，所有的你们家庭，只要是说有相当于有10个成年男性嘛，里面你得抽一个做敢死队上战场送死，甚至说还会有那种就是相当于打仗的时候就是把有一些妇女嘛作为两脚羊驱赶着，像羊一样驱赶，然后最后粮草不够了直接给它炖了，做人肉包子，做军粮。然后稍微好一点的话，他是把敌军斩首了之后，他们去吃相当于阵亡的那个敌军将士的尸骨，这还是稍微好一点的。好，然后就在那种时代，正好就是佛法佛教最兴盛的时候，因为人们就是那是北朝嘛，中原是这种乱世，南朝的话，那基本上都是阶级固化，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那个士族，就是普通的人基本上很少有上升的通路嘛，所以这个时候民间就开始信佛，因为然后尤其是观世音菩萨，他是那种慈爱慈悲的化身嘛，然后呢就开始更加的相信这是因果的业力我这一生之所以那么惨但是人的话肯定不只有这一生的，还有来生我相当于是还我前世的债。好，然后这个时候慢慢的那个观世音菩萨的形象嘛，就像你说的幻化成的女性，就是一位中年的一位阿姨，特别慈祥慈爱的阿姨，然后她可以给无数的那些受苦受难的人心灵的慰藉嘛。所以呢，就是有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菩萨他是怎么样有能力幻化的，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念。然后呢，我昨天跟有一位马来西亚的一位华人小哥去聊嘛，他对佛很有研究。他说，如果真的想成神的话，只要是说有追随者，你有信你的人，然后你去世之后，你也成了一位小神，一位小神，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心念来供你嘛。好，然后因为平常就是正常的神，他的这个心念都是很平和的，对吧？就是我们去点一炷香，然后呢。相当于念一些咒啊，然后平安喜乐呀，都是很慈祥的。然后他传播的比较广嘛，但是呢，也有人他去养小鬼，信小鬼，信那些邪神，当然可能邪的话打点引号吧，稍微说中立一点。好，然后那种的话，那他是相当于他要下咒，他要去诅咒的话，他的信众比较少嘛，因为正常人知道他。肯定他是不正经的神嘛，不正经的神，那他信众少，他就需要有强有力的那种嗔恨之心，就是那种非常强力的那种情绪上的那种波动嘛，那样子给予他的那个能量才相当于可能1000个人很平静的那种能量，对吧？所以当然这是一个题外话，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回到刚刚那个 Jessica 的那位 Jessica 郭这位观众，他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佛，他说那个法华经云，我们终将做佛，我们本是佛。对，是这样的，我深信这一点，就是佛平等嘛，人也是平等的，最终我们都会成佛的，就是这场游戏最终还是会结束的，就无论这个游戏它有多长，对吧？就像一个足球比赛一样，它再长它也是有结束的那一天的，一场演唱会也好，一场电影也好，对吧？就算它是几万亿年，我们也有去把它就是经历结束的那一刻，因为我们的灵魂是永生的，我们的佛性是永恒不灭的，所以它再长也不可怕，其实它再长也长不过我们的存在本质。这个我觉得就是最鼓舞人心的一个东西。对，因为就包括我之前跟有一位穆斯林朋友，他还是信伊斯兰教他也说了，其实我觉得这些三教都是相通的嘛，就是他说其实我每个人都是神，你看这还是伊斯兰教
穆斯林之口的话，我当时很震惊嘛，因为我个人其实实不相瞒，我对穆斯林有一点点偏见，我觉得他有一些教义有点极端，但是后来发现，就是我跟那位朋友他改变了，对吧？我还跟他就是当时在他家借宿嘛，在杜柏林，对吧？他也不是恐怖分子，半夜要谋杀我，对吧？对，然后他就说嘛，他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神性，其实本身也是来自于神，然后都是成为神的一部分。我们可能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灵魂置于大森林，就像一片雨滴置于海洋嘛。然后之所以幻化成雨的话，是来体验山川河流的美。然后最后我们也会回到海洋，我们就是海洋，海洋就是大森林嘛。对，这是他。其实就是最简单，我们检验我们心中有没有神的存在，就是你内心里面有没有爱嘛？你只要有爱嘛，你就要想这个爱是从哪儿来的呢？它不是一个物质性的原理，对吧？它不是说一个机器你设计一个电路放块电池它就会产生爱了，这个东西是超越物质的，它是一个甚至是超越能量的，它是一个我们无法理解的一种抽象层次的存在本质。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能感受到爱，我们也能表达爱，但是我们其实对爱一无所知，我们根本不知道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是个什么玩意儿，因为我们只是在经验它而已。就是这个表达，我其实我会觉得，就是当你感受到爱的时候，那种感动，那种震撼也好啊，它带给你的那种感受，你会觉得很真实，然后你又觉得这个东西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你能明白那种感觉吗？就是它不是一个我们物质肉身能够创造出来的一种抽象存在，它是远在我们这个物质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一种永恒的一种本质，或者说永恒存在。然后它是无因之因它是无因之因，它是没有原因的，它是无始存在的。所以对于他来讲，这一切都是一场梦而已，他在经历这个幻梦，然后它的本质也不会被改变。然后我们现在作为就比如说我现在在讲话的这个我，其实就是一个心灵在讲话，是灵性的一个功能在表达。然后我作为一个心灵，其实我是能感受到它的，只不过不是说每一秒钟都在感受，对吧？在一些机缘巧合下，我会感受到它强大的那种力量和存在就在我的内心。所以说奇迹课程说，神其实是住在我们的心灵内的，我们的心灵是神之爱的一个住所，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我们这个神的一个载体，对，我们是神的一个住所。神是不是我们能创造的东西？它是我们目前心灵的一个主人，其实对所以说我们叫神叫上主嘛，实际它是一切的真正的主宰。也就是说它这个爱的这种力量，这个能量，它在每一个有情众生的内部支撑着这个众生。所以你看那些猫啊狗啊那些，对吧，虎毒还不食子呢，他们的这种内心的爱，这种呵护表现出来爱的这些表达，然后我们每个人的这种母性之爱啊，父性之爱，对吧，然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爱这无数种，对吧，就是我们对动物的那种爱，这个东西真的是存在于我们自身当中的，我们的本质当中的，但是我们很难去衡量它，因为拿不出来也看不着。但是因为与神对话也好，这个告别娑婆也好，他一直就讲，你一定要去关注那些爱的时刻因为那才是真实的时刻，那才是跟真实有关系的一些东西也就是说，这个世界跟爱无关的东西其实都是不存在的，只有爱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离世的那一刻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内心真正放不下的是所有你爱的那些东西，你爱的人，你爱的事，你爱的，对吧，这个一切跟你爱有关的东西，你不会真正去在意一个
就是你不爱的东西。其实爱本身它也是一种连结。你想象一下这件事情，就是爱本身它其实它是一种连通，是一种就是一种合一吧。其实就比如说两个人组成一个家庭，因为爱嘛，对吧？然后结婚生子，那么他们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两个人其实又是属于一个整体了。所以这其中的连结就是这个爱的这种本质哦。所以就是跟爱有关的东西真的特别特别多。然后包括现在耶稣也讲，他说就是其实音乐也是爱，也是神的一个展现。就是你看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你不觉得这个东西美妙到有点就觉得很对吧？它其实是有点超越这个世间的这种物质性的东西的，因为是活在当下嘛。它每个音符跳动的音符就是由它对，你没有办法听未来或者听过去的音符，你只能听当下的一个音符，对吧？对，当下的一种变化。对，它一个音乐本身这个本质，你去欣赏它的本质，其实也是就是很有当下感的。然后我觉得音乐带给人的那种震撼，它其实是有神性在里面的啊。所以耶稣说，音乐是神啊，你是所有的一切的那些美好的展现的那个本质。那我们以后将来能不能开一个专题专门来探讨音乐？Kevin平常是都听哪些音乐啊？然后哪些音乐有哪些声性？我现在也其实早就想做这个，一直错过了艺术聊我们都聊也不怎么太听音乐。对，就是音乐，我觉得就是只要是音乐的话，我觉得都是挺好的，都是一个好的能量吧。而且音乐跟心灵是息息相关的。对，我们在音乐当中实际能找到自己的本质，对，或者说内心的平安吧。对，所以这个将来我们一定会做话题来分享的。好，然后我再读最后一条留言，然后我觉得留的青山在，将来才有柴烧了，这个国内的给我烧没了已经。对，最后一条留言就之前我们聊到嘛，就是我们确实是要爱，就是你前面不是说的爱嘛。但是爱的话，它也是有边界的嘛，因为我们毕竟也不是像太阳一样拥有无限的能量。因为像你之前说过，说那个就是比如说遇到朋友一次又一次的白嫖我们，当然我就不该用白嫖这个词嘛，就是找我们帮忙，然后那怎么办呢？我跟你说一个我亲身的那个经历吧，就是一般呢，我在爱尔兰遇到有几次那个就是在街上有那个就是无家可归者嘛，他可能因为吸毒或者什么原因嘛哈，然后找我要钱，对，然后每次他先说能不能有没有5欧元，我看然后很同情嘛就给，但是一旦是说我掏出钱包的话，他看我钱包里面还有个10欧20欧，他说能不能多给点，然后所以我就得你得有一个边界感嘛，我之前没有，然后这一次的话我就现实。是在有一个差不多晚上8点多钟的时候，就是我在等车嘛，然后遇到了，就是也就是有一位无家可归者嘛，他说他等他那个就是他要坐车回家，总共要10欧元的车费，但他只有5欧元，然后司机都不让他上车，然后他被很多人都拒绝了。然后后来我说，那你告诉我附近的那个取款机在哪，我现在就取5欧元给你嘛。然后后来在路上他又说，他说他到现在他都没有吃晚饭，然后我说，那你是不是肚子太饿了？我给你买点面包吃，买点三明治。对他说不用，只用买杯咖啡就行了。后来就给他买了一杯热咖啡嘛。然后给他5欧元，但是他果然他就问了，他说能不能给他10欧，然后这个时候我说我只有5欧，我说我现在也创业阶段嘛，一个月我总共买菜钱我只花20欧元，25欧元，对，然后后来他也没有继续了嘛，然后最后我们互相说 God bless you， 愿上帝保佑你们，然后也很开心，因为我看到他那个气场，他肯定是被很多人拒绝，然后对，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可怜的人了，确实我们能力有限吧，就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吧，能帮一些是一些吧。我觉得这个能力范围也是在自己的一个舒服的范围内，就是你能欣然接受的一个范围内。对，
对，但有帮助众生，这个其实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啊。就这个发心本身就是非常有爱的，然后但是也就是尽量量力而行嘛，然后尽可能的是举手之劳，然后不要说太过于的去影响自己，然后产生负面的想法呀，或者对吧反应，对，这种可能是比较有智慧的一种方法因为别人毕竟有别人的因果嘛，我们只是能适度的去干预一点，但是大的方向其实我们是无能为力的，而且人和人的一些本质性的差别其实是在于思想上的，所以你无能为力去改变他的思想，只能说暂时的去缓解一下他的这种窘迫或者说痛苦吧，因为人可能真正自己出问题的地方还是在自己的内心里面核心是在于思想，所以行为上只是一个思想错误的一个表现而已。就像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毒瘾啊，还有赌博呀，这些很摧残人生活的一些东西可能会让我们变得无家可归呀之类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属于欲望层次的嘛，然后欲望也来源于一种不满足，所以说学习灵性其实某种程度上可以预防这些恶性事件的发生我觉得就是灵性它的一个价值在入世方面也是很有价值的，它可以让我们的生活至少不会出太大的一个问题。对，所以也是上次那位 Jessica 郭他就说嘛，他说就是因为你提到了我们那个情绪还有就让自己活得舒服嘛，他说如果随着情绪起伏然后被情绪牵着鼻子走是很不吉祥的。就是坏事不如好事，好事不如无事。对，你前面你说，如果是说我认为别人是没有错的，我也没有错，那就是无事嘛，那就是色即是空了嘛，对吧？其实真的特别好，我看他这条留言了，我之前看到了，我觉得他说的这个话非常的有境界，然后我觉得是这样的，其实与其好事或者坏事，不如选择无事，就是这个空性我现在感觉到真的是太美好了，就是它是一种比较永恒的，或者说可以直接从根源上去杜绝所有的这种矛盾冲突的发生，就是好事可能很容易就变成坏事，对吧？然后现在我看一些 YouTube 上讲这个福祸相依嘛，对吧？就是好事真的非常容易变成坏事，或者说这好事对于 A 来说是好事，对于 B 来说就是一件坏事，对吧？比如说你是做一家公司的，那你今年赚的非常多，那可能你会因此而挤兑到另一家企业，对吧？他可能就没有业绩了，他就倒闭了。所以说与其去争好事，我觉得不如去争无事，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入世的智慧能做到无事的话，其实才是人生的第一大福气，我觉得因为福祸真的永远相依。就比如说以前就有这样一个故事嘛，就说一个人出生了，然后小孩嘛满月酒之类的，然后他就说那这个孩子最终也会死掉的，然后大家就觉得这个人有病，但是他其实就是一种就是很哲学家那种人，他就是觉得你只看到了事物的美好的一面，而看不到它相应的匹配的那个不好的一面，那这个其实是不全面的。其实我觉得也是这样，就是一个新生的东西就代表着它最终有一天会衰败，这也就是说非常佛性的一种理念，就是他不认为生是可以去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对吧？就是《大话西游》里面也讲嘛，生亦何欢，死亦何哀嘛，就是生出来了不代表是很快乐的，死亡也不代表是很痛苦的，就是实际这一生一灭之间，空无才是那个永恒或者说更长久的一种存在状态。所以我们与其去崇拜新生，或者说崇拜一些就是一些新奇的事物吧，我们不如去欣赏无的这种智慧，就是笑和哭我们可以都不要，我们要的是平静，我们要的是平和安宁的心灵状态。
对，所以嘛，就是平和了之后就不会压抑情绪。所以 Jessica 国他后面第二段他说压抑情绪与念头如石压草，然后禅宗的这个参活头四念住，金刚经的无所住而生其心。对，特别好。就是还是空性嘛，就是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我们的内心应该去放下很多很多的能够干扰我们的东西。也就是说，事物它有阴阳正反两面，所以我们要相生相克嘛，就是把这种同时两个角度的东西全部给它放掉啊，让它泯灭掉、消失掉，这个才是一个空性的智慧。所以就是色即是空嘛，我觉得就是能够理解到这一层，或者说审美已经达到这一层的人，其实就是说已经走上了一个开悟或者说成佛的一个道路上。因为确实好事不如无事，就是其实什么都没有才是真正的一个永恒的基础吧。我觉得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说在美好当中去留恋太多，去驻足太多，因为美好它永远是意味着这种东西它是不永恒的，它是一个极致的状态，对吧？就比如说有人追求人生的圆满啊，我要健康、事业、婚姻、爱情、成就感，什么所有这些东西我要都圆满。那么当你达到那一天的时候，其实最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因为圆满就意味着你一定会有缺失，对吧？人生已经到了顶点，实际意味着接下来每一步都是下坡路，对不对？每一步都是下坡路。所以说人生达到了巅峰，达到了顶点，其实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因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那个辉煌了，对吧？包括人年轻也好啊，或者这些东西都是相同的。当你达到了人生的盛年的时候，其实意味着后来每一年都是衰败的一年啊，就是物极必反，所有的美好背后都藏着不美好，都藏着相反的另一个力量的这种制衡。所以说人生在这种得与失这种衰败之间花开花谢之间，其实我们最终是无法得到真正的一种平安的，只能把心灵的归处放到了那个终极的永恒的灵性佛性上那个空无上，我们才存在本质上吧。其实就是我们本身是存在嘛，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了。我们回到这个存在，这个一个很宁静的一种状态当中，我们其实就因为没有能力再去失去任何东西了，所以我们也就无需再恐惧任何东西了。不知道能不能表达明白，就是你拥有的越多，你才有更多的机会去失去更多。它这个制衡是永恒不变的。所以当你什么都不再拥有的时候，甚至你的心里面不再去想拥有任何一样事物，占有任何一样事物的时候，你才达到了真正的自由。对，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拥有无限，我们本身就是来自于无限，就是这个灵魂的话，因为是没有分别心。我记得之前学初一的时候学过有一篇课文吧，讲一个兔子，对吧？他每天看着那个洁白的月亮他很开心啊，哇，这月亮太好看了。结果后来就是女神说现在这个月亮属于你了。结果一旦他拥有了月亮时，他就各种就是担心嘛，一看阴晴圆缺呀，然后就是被雨天挡住了，哎，我月亮是不是要被人偷走了？他反而内心就是充满了波澜。对，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这个特别有哲思，然后讲的也是非常的实用。因为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当你定义一个东西是你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去为它担忧。所以如果我们认清了本质上我们无法或者说占有任何一样人事物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接受那个损失，才能够内心的波澜
少一些，甚至我们才有更多的空间去欣赏目前存在于你面前的这些人事物。就是这点你能感受到吗？比如说我们拥有一段关系的时候，我们会去想去占有啊，会想去怎么样，对吧？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人会本质上拥有另外一个人，人都是自由的。即使你结了婚生了孩子，对方也是自由的，也是可以离开你的。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想去占有，不如换一种欣赏的心态，就是当这个缘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去欣赏它，当这个缘灭掉的时候，你也要去祝福它，这个才是一个符合一个爱不恐惧的表达。如果说想占有一样东西的话，我们总会去怕失去它，那你不接受这个失去，其实就是一个恐惧啊痛苦的一个根源吧。所以最好的心态就是只欣赏而不占有，就像你去看一片大海的看月亮啊看星星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你去欣赏它，去感受它，而不要去为它的得与失为它的这些与你的关系去有太多的遐想和担忧。因为这个东西你怎么想其实不重要，它缘分到的时候该聚聚该散散，对吧？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而且人本质上就是一个人来一个人走的，所以说任何一个关系最终都会走向灭亡，不是你先走他你先一步他走了这话怎么说不明白了，不是你先行一步就是他先走一步，对吧？就是也不可能同时离开嘛。所以我们最终要面对这种亲密关系的这种，对吧？这种离开，然后这就是也是佛说的就是离别之苦嘛，对吧？所以这些问题我们终将是要面对的，不如就提前有一个你说你先说，你说之前有一个啥？就是既然我们早晚要面对这个失去，不如有一个提前的心理准备，就是我们要去看淡这个失去，或者说不如把握当下，我去欣赏去享受就可以了，我不要去追求永远的去占有一样东西。对，所以就是庄子里面他有一句话叫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他讲了你听过这个典故吗？这是庄子说的吗？是庄子，对，我还读了庄子，就是讲那个有一个小池塘嘛，那个池塘的水一点点的变干，然后里面有2条鱼嘛，他们可能是2口子然后最后看着水一点一点变干，一点点变干，然后就互相之间用自己的那个就是唾沫嘛，然后来去往对方的那个那个鱼鳍上面蹭嘛，就是希望能够互相给对方续命。然后他们是待在一起，结果最后都干死了。而与其是这样，还不如是说，哇，这整个湖水小池塘的水一涨起来，然后跟那个江湖连通嘛，哇，那湖就两条小鱼就直接就是逃离到了江湖里面去，然后就相忘于江湖了。对，就是指这个缘分其实已经到了分开的时候，就没有必要强行的去挽留或者说对吧？对，就是执着的去做事情。对，其实就应该顺应这个，对，顺应这个自由的鱼，对，浪潮。因为我现在也发现了，就是人和人的缘分真的不是永久的，就是它都是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朋友也好亲人也好，对吧？爱人也好，所以其实大家就是说放手，有的时候真的是一种智慧，要敢于去放手一段关系，或者说放手一段自己的一个过往，因为我们永远都是在向前走的，而且本质上我们生下来本身就谁也不认识，对吧？我们自己的爹妈我们也不认识，我们都是后建立的一段关系。那么既然是后建立的，就意味着我们是可以接受失去的，因为我们本身生下来就什么都没有，所有的关系都是一种后天形成的。所以说既然可以接受得，我们就可以接受失，对吧？就是不要去执着于说我曾经拥有什么，然后去痛苦去折磨自己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非常正常的。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对于我们今晚的播客，我得彻底的放手了我得让你这国内都凌晨都4点了，我赶紧好好对，没事，这是我正常睡觉时间还好。
啊，就属于正常时间，没算熬夜。对对，好，那后面的话也希望就是充一充电吧，我们都充一充电，然后就是有更好的一些书籍啊，比如说聊艺术、聊灵魂、聊音乐，或者批判社会、批判啥的话，我们其实很多话题都可以聊的。然后也希望观众多多订阅我们，支持一下 Kevin 和我。对，我还比较喜欢聊，比如说情感呐、婚姻呐、亲子关系啊，这些人际关系类的，我也都比较感兴趣啊。对，我也挺感兴趣的。好，那行，那你早点休息啊，然后我们明天的那个播客就辛苦你了，来就是相当于来。明天我们不会太晚的，我们应该12点左右结束战斗了。对，吹吹姐会提前走嘛，然后 Neo 的话 ，Neo 也是就是12点半，最多12点半睡觉的人。对，好，那好，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聊。好嘞，拜拜。好，拜拜，好，拜拜，外围雾蒙蒙的，精简我们的节目，要不然你还得剪。其实对我，然后上一次其实就是上次给你的那个分红啊，还有1000块钱，然后我就是等不要了，行了，就不是当一个大红包就可以了。是这样子，我觉得谈不上分红啊，没有必要，主要的工作也都是你做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都心里觉得舒服就可以，我觉得你不要了。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要是，当然就是后面我会。也会尽量就是让你多充电一些，我觉得可能是每次都邀请你，然后可能是也许是我要不是说懒得说，我就是感觉没有太多东西可说了，也基本都是重复的东西，我就觉得可以，就像你说，就充电一阵子，然后增添一些新的元素内容，让自己再扎实一些。然后我原有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也讲差不多了。比如说你让我讲杨定一，我也没看他的书，我讲也讲不明白，所以我需要一段时间呢，就是学习啊也好或怎么样的调整一段时间。对，所以我前段时间就是也在看那个，就是也有一本灵性很高的书的，我待会儿可以发给你。你上次发给我那个，他也讲到一些吸引力法则什么的，反正就是针对性的去看吧，不需要整本书说都去吸收学习哦。那你愿意做看的这些太傻天书的这种，包括杨定一的，他们的体系是很强烈的，就是人家是有一套观点在里面的，就始终围着这观点论点在讲的哦。对，那还有一本那个你有发那个英文的那个书，你觉得怎么样呢？我没看呢，我不知道。那是你有在群里面发的。我还没看，我过一段时间。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那如果你做主持人行吗？就比如有一些嘉宾想分享，比如像跟吹吹姐一块儿，或者是有嘉宾想分享易经啊、佛经啊，也行，也 OK。但是，哎呀，你要一讲就忍不住就会讲嘛，这东西就是难以避免。而且你讲的话随便你怎么讲都行，反正我可以加掉。那你要实在需要我主持人没有人可用的话，那我也没办法，那我就帮你呗。因为我是想到至少是说咱最后那个怎么说，我的终极目标是能够。因为我觉得你的主持你自己就可以嘛，就。可是我后面我还要剪辑，那个就是我还得去想标题，就是想偷懒呗，就是。行，那我就帮你主持一下也 OK 的，没事的。就是我能赚钱肯定更好，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先提升能力吧，对不对？我们就是一步一步来，人有一个目标是非常好的，但是我觉得就这东西在你能力达到之前的话，我们就只是一个幻想，先一步一个脚印的做好自己能做的东西。行，这个你不用跟我商量，这个版权在你这里，然后你就是强大你自己，提升，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提升你自己，然后我觉得你这就有可能吧。
这么还毕竟那么年轻，对不对？谁知道10年20年以后的事情呢？对不对？对呀，你看，就是包括如果你想任何时候你要做频道的话，就是我这所有的内容，你都随便拿，随便。我也不想做，哎呦，操不了心。我也是那么说，我觉得太佛系了，应该是说站在巨人的，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如果又重新另起炉灶，那我这个人就是说别人头头是道，我自己我全都做不到，我就特别懒，你知道吗？我没有你的特别适合来欧洲，因为欧洲人就是一天只上4-5个小时的班，一个月拿1万多块钱。如果全职的话，上6-7-8个小时的话，一个月拿2-3万。国外的话肯定有国外的好，但是我吧也不想挑战自我，就是我觉得现阶段还挺好的，我挺知足的，我是个知足常乐的人。对，那更好，我们分红之后，国外的欧元给你寄到国内来花，那对吧？那也都行。这个东西的初心真的不是说为了赚多少钱或怎么样，当然你说有钱赚，肯定每个人都开心，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还是它的意义是更大的。当然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本身也是一种乐趣，就是我以前听清音他就讲，你做一件事情不给钱你也愿意做，才是真正的喜欢。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不给钱也愿意做的事情，所以说如果还有一定的收入，当然我就是说不想给你压力的原因，就是这确实不是说具体要到底是多少钱，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福利，对吧？我们不是说去指望它怎么样。如果频道发展的好，我们每个人都赚很多钱，那当然是非常好。但是如果频道不赚钱的话，我们没有太多的利润可分，这个我们也都是愿意的，因为初心不改嘛，对不对？这东西拿点钱，这个东西说实在的，真的没啥大用。对，真的没啥大用。对，然后你说你一个月1万块钱，那又怎么样呢？那我就不是我了吗？我就怎么就从此以后我就怎么样了吗？我其实没有任何变化啊，我不也还是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吗？我怎么了？我觉得没有区别，就是人其实到了一定的水平线之后，那个财富就是一个额外的一个虚荣的东西了，你不觉得是这样吗？你一天能吃的能睡的能用的东西都是有限的。但是现在有一个弊端，就是现在人攀比一个旅游这个东西，这个是无限的，对吧？你有1000万，你旅游也能花没，对不对？这东西是没有上限的，所以说现在人就是盲目的去攀比这个。你看现在在中国哪有攀比说啊你吃多少肉我吃多少菜的，没有比这的了，对吧？因为大家都能吃得起肉了，都能吃上鸡蛋了。所以说人类就是很无聊的一个东西，就再小的东西我们也会有一种攀比，有一种虚荣，有一种面子在里面。所以说这个东西你明白了之后就不会被它再束缚住了，就会按照自己的心愿去活着就可以了。对，你说房子大小，那香港都有2平米的房子，我朋友就跟我说这哪有尊严呢？我说对呀，我说确实2平米的房子没有人会觉得是有尊严的活着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那你又能怎么样呢？就是人类的这个生存环境的上限和下限真的是弹性特别的大。然后我其实也想跟你探讨一点，就是一个欲望的问题，你究竟是在满足欲望还是在满足你的需求？欲望是个好东西，它能给人带来更多的快乐和满足感，但是它是一个双刃剑，它同时也可能是折磨你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欲望可以存在，但是它要在我们自己的掌控当中，不能去无限的去放大它。我也有欲望，我也觉得赚钱是好事，会开心，但是我反过来会觉得，那它不能超越我本身，我的这个存在是大于金钱啊、财富、利益的这些东西的。如果说我心情不好的话，你钱对我来说不足以吸引我，就是它也是个平衡吧。所以我平时的工作我也不会说给自己安排的太累太满，我也是有限度的，就是即使这几年吧，以前也是不懂，就是有钱就赚，现在就是能让自己休息休息，就是控制一下。你看我现在周日我都不排课，就是正常干我们这行就靠周六周日赚钱，但是我是周日一天我都不排课的，我就是休息，我只有周六一天
是就是比较满的，每个星期只有周6一天上班。那没有，我周3也有，周2也有，周4偶尔也有，反正一周就是上3-4天班吧，而且都是半天。你这状态好啊！对呀，我这也基本都过上欧洲的生活了。对，而且你有房子，欧洲这边有房子的人不是很多。对，所以你就前面我们说的，对。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